风和回来了，还带了大老板。风和啊，咱村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，叔都配合。小何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进屋，妈给你煮鸡蛋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现在有本事了，爹脸上也有光。从小到大，他给我的从来不是光。爸，入席吧，大家都等着呢。大家都坐，别站着，都是乡里乡亲，不用客气。风合作，风合作。这个眼神我太熟了，嫉妒、不甘、恨。姐姐，我有话跟你说，就几句。叔，我先陪妹妹说几句话。好好好，你们聊。说吧。姐姐，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得意？你叫我出来就为这个？凭什么你能考大学，去城里带大老板？凭什么所有人都围着你？你活成什么样，不是我害的，不是你害的。如果不是当年你去读书，今天站在这里人就该是我。你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的吗？我嫁进林家，生一个不是儿子，生2个不是儿子，生3个还是不是儿子，他们全都看不起我。可你呢？你在外面风风光光，带着有钱有势的男人回来，所有人都说你有本事。夏凤娇，你自己选的路，别算到我头上。我选的，那本来就该是我的路。这样的男人，这样的体面，这样的人生，本来都该是我的。你夏风和，我就是见不得你过得比我好，凭什么你永远都赢我？本来就该是我的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。如果能重来一次，爹，就让姐姐嫁吧。姐姐嫁到村主任家是享福，读书的苦我来吃。我回来了，而且不止我一个。我回来了，真的回到了10年前。爹，就让姐姐嫁吧。姐姐嫁到村主任家是享福，读书的苦我来吃。上辈子这一天是他自己选择了嫁人，现在却要把这个福分让给我。娇娇啊，快起来，地上凉。你说这孩子心怎么就这么善，自己愿意吃苦，也舍不得姐姐受委屈。好孩子，真是爹的好孩子。既然你愿意去读书，爹支持你。和上辈子一样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选择。你这死丫头，怎么想的？白白便宜了他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肯定过得比他好。他抢的不是读书，是我的人生。可他到现在都不明白，他输的从来不是位置。走，爹给你买辆新自行车去。真的？爹啥时候骗过你？咱娇娇以后是要上高中的人，哪能还骑那辆旧车？上辈子这个钱包是给他添嫁妆，这辈子是给他买新车。无论哪一次，他都没想过我。那可得买辆结实点的，娇娇上学路远。小何啊，你也别多想，你妹妹吃的是读书的苦，你嫁过去那是享福，都是命。不是命，是人，是有人偏心，有人装瞎，有人拿你的懂事当理所应当。姐姐，你放心，读书的苦我会替你好好吃的。那你可得撑住。那当然，我可不像有些人天生就是劳苦命。行了，把准考证了和钱放好，可别丢了。他既然以为抢走读书的机会就能抢走我的人生，那就让他去走。爹，我想买蓝色那辆。买，咱娇娇喜欢哪辆就买哪辆。我没有家里人的偏爱，我没有退路，我能靠的只有我自己。上辈子那个钱包是给夏凤娇的嫁妆，这一世是给她的新自行车。不管哪一世，她心里惦记的都不是我。动作快点，别磨蹭。家里不是拿不出钱，只是那钱永远都先紧着夏凤娇。这么好的婚事，说让就让，8万彩礼，2层洋楼，你真舍得啊？让她嫁过去又怎么样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比她差。可村主任家到底是村里最有钱的。我上辈子就是看走了眼，林家再有钱也是山沟沟里的有钱，窝在这地方，再好能好到哪儿去？上辈子，果然，他不光回来了，还把前世的不甘全带了回来。反正你放心，这辈子我才不会像上辈子那么蠢。我要嫁就嫁真正有本事的。说完没有？再不去，店都关门了。我妈走得早，这锁是她留给我的。后来为了生儿子，
我爹把我的户口落到了姥姥家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在这个家里就像个多余的人。后妈进门以后，我连多余都不算了。偏心就是偏心，不是你更懂事一点、更能干一点、更争气一点就能换回来的。这一世，我爹不会变，后妈不会变，夏凤娇更不会变。有些家人也不过只是相伴10几年的陌生人。这一世，谁都别想再拿捏我。领子拽平点儿，到了学校说话机灵些。准考证放好了没有？上辈子我去县里报到，骑的是掉链子的破自行车，半路掉了3回链子，手都修破了。小何，起来了。你妹妹头一回去县里，我跟你妈先送她去学校。你放心，我回来的快，刚好送你出嫁。30公里的路，送人、办入学、铺床买东西，怎么可能赶得回来？你爸一晚上都惦记着，说再怎么也得回来送你出门。偏心这种事，从来不是一点点偏，是从骨子里就没把你放进去。姐姐，你今天可要好好嫁啊！到时候生了孩子，记得抱回来给我看看。你先把书念明白再说。姐姐放心，读书这点苦，我可不像你，非得吃了才觉得值。风和，你把东西先收拾好，我一回来就送你出门。知道了，姐姐一定要早生贵子哦。这就是我出嫁要带走的全部。上辈子夏凤娇出嫁，后妈给她备了2箱衣裳、新棉被、搪瓷脸盆，轮到我只有这个旧皮箱。这一世不是离开这个家就够了，得真的看清，真的断干净，很轻，轻的像我这些年在这个家里被一点点耗空的分量。上辈子也是这样，一个人坐在屋里，听外头热热闹闹送别人出门，轮到自己走时，连个说别怕的人都没有。这一世的路，我自己走。新郎官到，今儿个大喜日子，新郎官俊，新娘子也俊，往后纯宝和和美美，早生贵子。喜丈人背新娘出阁喽！他爹还没回来，送小闺女上学去了呗，大闺女出嫁都顾不上，这丫头命是真苦。可怜最没用，没人替你活，也没人替你扛。喜丈人背新娘出阁喽！他说会回来送我出嫁，这话我一个字都没信。风和啊，你这是……哎呀，新娘子哪有自己走出来的？这不合规矩！你这不是让老夏家让人戳脊梁骨吗？我有腿，为什么要等别人背我出去？他这是……我不是东西，也不是谁的附属。今天这门我自己出。风和，慢点儿。这是我住了10几年的地方，也是我前世拼了命想逃出去的地方。有些家只有屋子没有人，小心点。有些亲人只有名头没有情分。我不是今天才被舍弃，只是今天终于看明白了。从今天起，我自己走自己的路。从今天起，这个家和我再无瓜葛。你就打算这么做一晚上？啊？我这盖头不得你先？坐近点。你很怕我？没有，我就是不太会。不会什么？不会跟媳妇儿说话。那咱们先别急着当媳妇儿和男人，先认识认识，行不行？行，你说怎么来就怎么来。有人来了，小何啊，你这就嫁人了，爹这心里真是舍不得呀。你爸为了赶回来送你，骑了3个小时车呢，这一路风吹的脸都白了。是吗？那还真辛苦你们了。你这一嫁出去，以后就是别人家的人了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往后可得记着孝顺公婆，别总往娘家跑。夏叔，她以后也能常回家的。那不行，成了你们家的媳妇儿，就该守你们家的规矩。爸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嫁人了，难道就不是你闺女了？
再说了，我今天不是还多了公公杨素媛吗？往后咱们还是一家人。公公，您说是不是？对，都是一家人。对，一家人一家人。既然是一家人，那爸，我的彩礼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？什么？你这孩子，刚嫁人就张嘴闭嘴都是钱，多不吉利。不吉利？彩礼是我嫁人换来的，问一句去哪儿了就不吉利了？等等，你刚说彩礼还你？对，那彩礼不在你手里？不在。夏老三，我儿子娶媳妇儿给的是正经彩礼，8万块，一分不少。人进了我林家的门，彩礼却不在新媳妇儿手里。亲家母，你别误会，这钱吧，这钱我们是替孩子收着，她一个小姑娘家，手里捏这么多钱多不稳当。再说了，都是一家人，钱放哪儿不都一样吗？既然都一样，那放我这儿不也一样？风和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非得闹这一出？我闹？爸，你刚才不是还说咱们以后还是一家人吗？既然是一家人，那我问问自己的彩礼去哪儿了，不应该？门口邻居悄悄一家人，我看你们这话说的倒好听，彩礼不在新媳妇儿手里，改口费你们倒惦记上了。哎呀，亲家母，这不都是图个热闹吗？改口不就完了？彩礼这事儿以后慢慢说，慢慢说。等你们把钱花完了，再来跟我说没了，还是等我以后想用钱的时候再让我自己去求你们？你这死丫头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当爹妈的还能贪你这点钱？不能吗？你们今天晚上骑着摩托赶回来，是来看我的还是来看钱的？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还有，你刚才说骑了3个小时才到，从我家到林家走仨胡同拐俩弯，什么时候用得着3个小时了？风和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刚进婆家门就这么跟你爹说话？爸，我哪敢跟你翻脸啊？我就是觉得，既然咱们是一家人，就别分那么清。我往后还是叫你爸，你也还是我爸。再说了，我现在不只多一个爸，还多了一对公公婆婆呢。公公，您说是不是？对，都是一家人。老公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你也真是不懂事，今天都改口了，怎么也不知道好好喊声爸妈。爸妈，涛啊，你还真打算站这儿让人看一宿笑话？拿着8万彩礼，改口费200，真抠得下手。妈，还是你们想的周到，彩礼先替我收着，改口费也不忘给。就是不知道那8万块，你们是打算明天还还是后天还？夏风和，怎么，我问错了？要不你们当着公婆和乡亲们的面说清楚，彩礼到底是我的还是你们的？彩礼哪有不给新娘子的？夏老三偏心也偏得太狠了。夏老三，我今天算是听明白了，你们这哪是舍不得闺女，你们这是舍不得钱。走，跟这种白眼狼没什么好说的。路上慢点儿。还有，爸，彩礼的事儿记得还我。你起这么早？不早了，天都亮了。这些都是你弄的？总不能等着他自己好。我帮你端。这么早就做好了？公公，您先坐。你不吃？再等等。等谁？等妈。那我也等。你饿就先吃。我不饿。你起得够早啊，睡醒了就起来了。妈，先吃饭吧。昨晚那些桌椅谁收的？我。地也是你扫的？饭也是你做的？是。你在家也总干这么多活儿？不干也没人替我干。手脚倒是利索，比你那个妹妹强。我今早去你娘家替你跑了一趟。您去我娘家了？不然呢？难不成这钱还能自己长腿跑回来？你那彩礼我给你要回来了。
你一大早真去了？废话，不去，等着人家把钱揣热乎了再装没这回事儿。您去我娘家了？不然呢？难不成这钱还能自己长腿跑回来？他们给了。哼，昨晚上不是还挺能装的吗？怎么，一到拿钱的时候就不会说话了？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您比我厉害。少来这套！你娘家那两口子，跟他们讲情分，他们跟你讲钱；跟他们讲钱，他们又跟你装爹妈。这种人不能跟他们绕。讨回来多少？8万，给他们留了2万，这6万我拿回来了。急什么？谁让你全拿了？这5000给你零花，剩下的我给你存着。孩子刚过门，你别这么吓他。我吓他什么了？我不给他看明白，等他哪天手一松，钱没了，哭都没地方哭。谢谢妈。少给我来这套，会喊人不代表会过日子，以后家里的活少干点，传出去还以为我林家虐待新媳妇儿。知道了妈。吃饭，瘦得跟个杆似的。5000不算少，可搭大棚、买种子、钢架棚布、运输，只够起个头。风和，嗯，你不高兴？没有。那你怎么一直盯着钱看？我在算。算什么？算这点钱够不够我起头？你有私房钱吗？有。多少？差不多5000。真有？有，你等会儿。都在这儿，够吗？你就不问我拿去干什么？你要用，总有你的道理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是乱花钱的人。算我借你的，以后还。你要是不还也行，我是说你先用，啥时候有了啥时候还。行，那我先借着。坐稳没？稳了。今天要不要跟我去县城逛逛？逛什么？你想逛什么就逛什么，买衣服也行，买鞋也行，要不吃点好的也行。行啊，那就去。上辈子我也是从这条山路往外走，只是那时候脚下是掉链子的旧自行车，往前一步都得咬着牙。这一世我会自己找路。不是说逛逛吗？逛书店也是逛。你要买这些？这写的都啥？怎么种，怎么养，怎么管，怎么卖，有用的都得看看。你不是已经会种地了吗？会一点和真懂不是一回事儿，真想把事儿做起来，光靠蛮劲儿不行。风和，你挺厉害的。你会种地就已经很厉害了，脑子活的人不下地，地也种不出来。咱俩不一样，但也不冲突。那咱俩算搭伙？想得挺美。姐姐，你都嫁人了，还买书呢？哟，还真是正经书啊！姐姐，你现在有机会看这些吗？有没有机会跟你有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你现在都嫁进林家了，买这些书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还真想靠念书翻天？你现在最该学的是喂鸡喂猪，伺候公婆，再早点生个儿子。这些你会了吗？你不是该在学校上课吗？我出来透透气，不行？当然行，毕竟高考考不上也不用坐牢。你少拿这副口气跟我说话。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会读书的夏风荷？你现在就是个乡下媳妇儿，顶多会在地里刨食。这是我同学，他爸可是局里的，像你这种人，这辈子都接触不到。你姐姐长得不错啊，就是打扮的土了点儿。乡下出来的嘛，能好到哪儿去？这么纯的，我还真没玩过。你这种贱的，我倒是见过不少。你说什么？耳朵不好，就少学别人出来装体面。你这女人说话挺冲啊！冲，总比你嘴脏强。夏风荷，你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给我放手！谁跟你有话好好说？一个泥腿子也敢碰我？这年头什么人都敢往书店里钻了。一个村里种地的泥腿子，一个嫁了人的乡下媳妇儿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
不过嘛，你姐姐这张脸倒是挺可惜，跟着这么个木头，糟蹋了。哎呦，林来，你弄疼我了！说话归说话，别动手，也别乱骂人。夏风荷，你还真是会找靠山。不过也是，像你这种人，除了靠男人还能靠什么？这话你说出来不心虚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今天本该在学校上课，却在这儿挽着男人逛书店，还好意思说别人靠谁？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！泼脏水？你们俩拿着这种书看得挺认真，倒不像是在讨论学习。你胡说什么？是不是胡说？你自己知道。夏风荷，你少在这儿装！你不就是嫉妒我吗？嫉妒我比你聪明，比你会选路。聪明？你把曹克谈恋爱也叫聪明？你把攀着男人装体面也叫会选路？夏风娇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眼睛永远只盯着别人，脑子里却什么都没装。你闭嘴！我说了，别动手！你给我滚开！我打我姐姐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她现在是我媳妇儿，你打她就不行。你就看着他们欺负我。差不多得了，一个种地的别在这儿逞能，再不让开，信不信我让你在县里混不下去？县里是你家开的？不是我家开的，但我一句话比你跑10趟都有用。那你先把自己那张嘴管干净，别拿自己那点不入流的家事出来吓唬人。你再说一遍！我说，你这种贱的，我见得多了。你敢打我！你竟然敢打我！你先动的手，我不过是还你这巴掌，你不亏。你夏凤娇，我警告你，别再来招惹我。他刚才没碰着你吧？没有。哦，那就好。夏凤娇嘴里他窝囊木头没本事，可刚才那一下，他站得很稳。来这儿干什么？书店逛完了，还能再逛逛别的。刚才那事儿闹得你不高兴了吧？买点东西，心情能好点。看衣裳啊，给新媳妇儿挑的吧？试试。给我买，我有衣服穿。有是有，但不好看。小媳妇儿眼光好，这件穿着肯定精神。少废话，去试。这不挺好？真行。凑合。你也快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风荷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花的是你的钱。那也高兴，你给我买的我就高兴。先吃点儿，凉了伤胃。你写这些是想干啥？搭棚。真的？人活着总得给自己找条路，靠等不来。不搭棚，地就得看天吃饭，品类不能太杂，前期先是最稳的，还得留出流转钱。你是真想把这事儿做起来？不是想，是要做。搭大棚。你真来了？我昨天像是开玩笑的。先看地。这一片常种菜，土不算最肥，但排水好，雨多不容易烂根。你看这土松，捏一下不结坨，种叶菜长得快。那边那块呢？靠山，早晚凉，光照少一点，适合种怕晒怕热的。再往里那块平，日头足，瓜果类长得好。那你平时怎么判断什么时候该浇水？看土，表面干了不一定缺水，还得看下面。再就是看叶子，叶子立得住，颜色不发灰就不用急。要是一到午后还粘着，那就得留心了。那病虫害呢？看叶背和茎根，有时候肉面没事儿，翻过来全是虫卵。还有，老在一块地上种一样东西也不行，容易起病，得轮着来。这些谁教你的？没人教，种久了就知道了。你比我想的懂得多。也就会种地。会种地还不够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你看，书上说的大棚种植，不就是想把地里的本事放大吗？你会看地，我会算账、看书、找路子，咱们不是正好一对？搭大棚真能成？为什么不能？地不差，人也不差，差的是法子。现在大家都守着老一套，种点菜赶个集，卖不掉就烂地里，当然挣不出什么钱。可要是把种的东西、种的时间、卖的地方都变一变，钱就出来了。你是想卖得更远？不只是更远，还要卖得更值钱。比如冬天大家都没菜的时候，咱们有。那大棚里还能种草莓、种瓜？能。还能比露天长得快？也能。那是不是以后就不光是守着地吃饭了？对，不是守着地吃饭，是让地给咱们赚钱。现在县城的菜也不少，先别急着搭棚，咱们可以先拿这些去城里试试。是什么？试卖。
看看城里人吃不吃这一套，价能卖到多少，哪类菜更受欢迎。要是能卖动，大棚就不是空想。先去一趟就知道了。行，你说怎么弄，我跟着你弄。你不怕赔？怕，但我相信你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明天跟我进城卖菜，先试试路。这么早？卖菜还想睡到日头高，赶早不赶晚，去迟了好位置都没了。这样行不行？行。今天先别想着挣钱，先把路摸明白。咱不摆？摆，先看一眼。还挺讲究，卖得上价就值。大妹子，你这菜咋比人家贵呢？婶子，您先看，这菜早现摘的，叶子挺，根水灵，一上午都不带蔫儿，回家一炒，味儿跟放了一夜的肯定不一样。那也不能贵这么多。我不跟人家拼最便宜，我拼的是值。是不是贵了？不是，是他还没真想买。真想买的人不会只看价。你这菜是自己种的？对，今天一大早刚摘的。没打药？能不用的都没用，真要用也只会按量来。价有点高了。高的有道理，你拿回去自己一宰就知道，没多少烂叶，回损少。再一个新鲜，你要是饭馆用，菜一焯，颜色立得住，比那些放一夜的强。先给我来这些，要是好，下回我再来。行，这几根算天的，您回去尝尝。你倒会做生意。头回出来，得让您记住我。能开张，就说明路不算错。今早现摘的，您摸摸，根上还有潮气。这把菠菜嫩，回去下锅快。那边8毛，你卖1块。嫌贵您自己比，比完再说值不值。风和，青菜快没了，香菜也没多少了，黄瓜就剩这点了。给我干啥？让你摸摸，这就是咱今天从地里挣出来的。真卖完了，真能挣钱。风和，这事真能干。回去搭棚。这边先放，别压着苗，那卷布往里挪挪，别蹭破了。哟，这不是电视里那个棚吗？夏风和真要折腾这个呀？年轻人就是不踏实，地就该照老法子种，瞎折腾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我堵不住。真要他们信，不靠解释，靠做出来。来硕，去把前头说好的几个人叫来。风和啊，你这是真要大干一场，弄成了算你有本事，弄砸了这钱可就全埋地里了。弄没弄成，工钱我都照给。那是。风和，这棚搭起来真能比露天赚得多？能。咋个赚法？上早市卖得贵，还能种别人种不出来的。听着挺悬。觉得悬就先拿工钱，等我真赚着了，你再信也来得及。你就不知道歇口气？等会儿先。看够了没有？看够了就回去干你们自己的活儿。真要那么闲，回家把猪圈也收拾收拾。风和，这边位置还得再调一点。先吃，天塌了也不差这2口。成了，真打起来了。这不是空想，它就在这儿，立起来了，还真弄起来了。哎呦呵，搭起来有什么用？能不能回本还两说呢。塌了我自己认，成了你们再看。这车得不少钱吧？娇娇真是出息了。姐姐，你这弄得挺热闹啊。还行，我还以为你嫁进林家之后，好歹能少吃点苦，没想到还是在地里刨食。这大热天的晒成这样，累不累啊？不累，总比空着脑子强。姐姐还是这么会说话，可你再会说又能怎么样？折腾来折腾去，不还是困在这个小山村里？你看看你，再看看我，人跟人啊，真是不能比。我现在认识的可都不是一般人，县里的、公家的，往后前程大着呢，哪像有些人嫁了人还得在地里滚。那你就别比，活得累。姐姐，你不会真以为弄这么个东西就能翻身吧？这地方就这么大，这山就这么高，你折腾再多也出不去。你这辈子也就适合待在村里种菜喂鸡，跟泥巴过一辈子。说完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你爱说就说，我忙。不过这玩意儿我在电视上见过，弄得好了还挺赚钱。那可不，这可不是一般人弄得起来的。原来他也会怕，他最怕的不
不是我跟他争嘴，是我换了条路，还是能走出来。这棚看着还挺像样，要是真能种反季菜，价钱……闭嘴！夏风荷，撞上去了，疯了吧他！那不是一个棚，那是我重生回来后第一次真真正正往前铺的路。风荷，夏风教，重新搭就是又一笔钱，又一堆工，又一轮从头开始。风荷，你先别急，咱们还能重新打。可这一切本来根本不该毁在这儿。这丫头是真疯了，我就没见过这么糟践钱的。他怕了，他怕这棚真能让我走出一条路，怕我哪怕不读书不靠谁，也还是能赢。风荷，你干啥去？算账。你现在去？现在。他敢撞，我就敢找上门。今天我非把他家院子掀了不可。夏风荷，你干什么？来看看你啊，看看我这个天天忙着上学的好妹妹是怎么一边逃课勾搭男人，一边回来撞我大棚的。风荷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了？你不是最心疼你这宝贝闺女吗？那你问问她，今天在县城、在田下都干了什么？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那你说说，我那棚是自己塌的，还是你一脚油门撞进去的？你个死丫头，疯了是不是？一进门就拎个铁锨，想吓死谁？我倒想问问，你们家养出个什么东西来？开车撞人家棚，眼都不眨一下。我家娇娇那是读书读累了，回来散心。她什么时候撞你棚了？读书读累了。她今天在书店挽着男人逛得挺开心，在田里开车撞棚的时候也挺精神。你这宝贝闺女上哪门子学？上的怕不是勾搭男人的学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自己嫁了个泥腿子，种个破棚，赔了就回来发疯，你怪谁？怪你，你撞的，你赖不掉。撞棚了。他今儿不是坐小车回来的吗？你有什么证据？田边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你还在棚里转了2圈，生怕压不彻底。要不要我现在把人一个个叫来？没天理啦！出嫁的女儿回门打亲娘啦！你闹够了没有？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一家人？我搭棚的时候，你们家谁把我当一家人了？他开车撞的时候，怎么没想着我们是一家人？你妹妹还小，做事没轻没重，你当姐姐的让让怎么了？又是这套。你谁啊？吵什么？烦不烦？就是他，整天嫉妒我们娇娇命好，嫁了人还回来闹，拿个铁锹吓唬人。我告诉你啊，说话客气点，再闹别怪我不看你是个女人。你又是哪根葱？老子是谁？轮得到你问？我男朋友可是领导儿子，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我今天要是被一句领导儿子吓住了，那我那棚就白塌了。夏风荷，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，你敢撞我棚，我就敢抽你。你他妈找死！我看谁敢动我儿媳妇！哎呦，敢欺负我儿媳妇，你们是不想活了？一个个人模狗样站着给谁逞威风呢？你怎么打人啊？打的就是你！你们一家子大的小的全盯着我儿媳妇欺负，当我林家没人了是不是？你这个泼妇！我泼，我再泼也没你们娘仨缺德！抢人家彩礼，撞人家棚，现在还想在自家院里群殴，我呸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打我？我管你是谁，你就是天王老子，站我儿媳妇跟前耍横，我也照打不误。你等着，我一个电话，你打，现在就打！我倒要看看你能叫来个什么东西。夏风荷，你别得意，我男朋友可是领导儿子。今天这事儿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，听见没有？敢打领导家的人，等着吃牢饭吧！哎呀，都是亲戚，都是误会。风荷，你也真是，当姐姐的怎么就不能让让你妹妹？你闭嘴！谁跟你是亲戚？刚才你闺女撞棚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一句误会？现在知道怕了，又跑出来当合适事儿，你好大的脸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铁锨给我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你爸打电话呀！打就打。行，打！我还真想看看你这电话能打给谁。你少在这儿装，你完了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打了我们，就是打了领导家的脸。领导儿子，我怎么不知道领导家还有你这么个儿媳妇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不用打了。你不是要叫领导吗？巧了，我也认识。叔叔，就是他们打人还想讹我。
叔叔，你是哪家的孩子？您来的正好，这几个，一个壮棚，一个护短，一个还敢冒名头吓唬人，您给评评理。你快说话呀！你不是县长儿子吗？县长儿子？我怎么不知道我家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儿子？我不是。刚才逞能的时候不是挺能装的吗？还县长儿子，你也配？那他不是？我爸是给县长开车的，开车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县长儿子了？都是他，是他自己逢人就说我是什么县长儿子，老子脸都让他丢尽了。你放屁！不是你自己说你爸在县里说话算快吗？那也没让你拿我当领导儿子卖啊！还真是假的。不知道就敢打着县里的名头在外头胡来，你胆子不小。我不知道，我真不不知道。撞棚的就是他，我儿媳妇辛辛苦苦搭起来的棚，他开车就撞进去，还在里头转了2圈，生怕压不烂。刚才这男的还要在院里动手，我要不来，今天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。先把人带回去做笔录。不是我，撞棚不是我撞的，是他非要开车。你就是夏风荷？是。听说你在做大棚种植？叫人说。坐吧。你刚才说你在做大棚种植？是，本来已经搭起来了，准备试着种点反季蔬菜，结果今天被撞塌了。为什么想做这个？村里人种地大多靠天吃饭，风调雨顺能混口饭，真想多挣点钱就难。菜一到旺季就压价，卖不去还得烂地里。可大棚能把时间错开，也能把品种提起来。别人卖应季菜的时候，我提前半个月、1个月出菜，价就不一样。你倒想得挺细。不是想的细，是我没别的路，靠别人靠不住，靠运气也靠不久。真要把日子过出来，还是得自己一点点往前拱。你之前是不是递过一份创业补贴申请？是。材料我看过，写的挺像样，项目小，但方向对。补贴批下来了。批下来了？后面去镇里走流程领就行。给你。什么？钱？你那8万，我不是说替你收着吗？刚才又想了想，光那点不够，我再添点。你还真拿出来了？废话，钱放着能自己长腿变棚，孩子正是要干事的时候，我不这时候拿，等什么时候拿？10万，拿去。怎么嫌少？不是，那就拿着。他一个棚算什么？拿着，给我重新搭。谢谢妈。少谢来谢去，听着烦。我给你钱不是让你感动，是让你长记性。这回再让人给你撞了，我连你一块骂。知道了。有胆子想，也有人肯托底，是好事儿。但后头的路还是得你自己走。我明白，大棚塌了，可这事儿我还要继续做下去。站那儿干啥？等您说话。倒是会看眼色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今天拿这个钱是因为领导在这儿给你撑个场面？不是。那你以为为什么？我以为您是在帮我。帮不帮的先放一边，我就是看不惯你娘家那副嘴脸，彩礼收着不还，闺女嫁出去还惦记着往死里刮，真当别人都瞎。我知道，不过我一开始也不是多待见你。我知道，我以前对你冷，是怕你跟你后妈一条心，你们那一家子没一个看着像好相互的。您看人挺准，少拍我马屁。你小时候我见过你不少回，那会儿你才多大，瘦得跟豆芽菜一样。别的丫头追鸡念狗，你呢？不是背着背篓去地里，就是蹲在灶房门口烧火。有时候我从你家门口过，天还没亮，你就一个人在院里洗衣裳，手冻得通红。还有一回，我看见你蹲在田埂边上，啃个又硬又凉的玉米馍们，旁边连口热水都没有。你那后妈和你爹一个都没影，你是真能忍。这要换了旁人家丫头，早就哭天抹泪了。你小时候啊，田埂边奶糖，你以为是谁放的？是您。我就顺手往那扔2颗。我一直以为只是我运气好，我就是没想到原来还有人看见。受苦了，哭什么哭？就这点出息，别在我跟前装可怜。我给你钱是让你干正事儿，不是让你站这儿抹眼泪。我知道，就把那棚给我重新搭起来。以后你想干什么，别学你娘家那帮人一门心思只认钱，事儿做成了，钱自然跟着来；事儿做不成，谁给你兜底都没用。会的，会就行。妈，这次我不只要把棚搭起来。你这么早？你不也一样？来看看这回怎么弄。这边怎么比上回留得宽？走道，
上回只顾着搭棚，没顾上以后搬菜、挑货、浇水，这回宽一点，后头方便。那这边呢？这边留草莓，蔬菜回本快，草莓见效慢，但值钱。那是不是得多花点钱？会，但花出去的每一笔都得能涨回来。钢架还得加固，边角也得压死。他们要是真还敢来捣乱，这回我至少不能让他一脚就全毁了。你还怕他再来？怕，但怕没用。有些人就是见不得你有一点好，你不防着，他只会觉得你好欺负。那就搭结实点，这回你怎么说，我怎么干。你现在倒是比我还上道。上回是你带我试，这回我信你。那就先干活。你这棚还真不死心，塌了第2天就重搭。等着难受不如干活，这回工钱照旧。风和，你记这么细干啥？怕忘。忘啥？忘他们欠我多少。你还真打算追到底啊？不追到底，撞棚这事儿以后就成笑话了。今天他敢撞我的棚，明天别人就敢踩我的地。我既然要做这买卖，就不能让人觉得我好拿捏。行，你这丫头看着不吭不响，心是真硬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行，比上回稳。那后头就都按这个来。棚我要重搭，钱他们也得赔。真要告？这次不吵，讲规矩。风和啊，有事儿，娇娇年纪小，一时冲动确实不对。可你是姐姐，真闹大了，丢的也是自家脸。都是一家人，爹替他给你赔个不是。不用赔钱。你怎么张口闭口就是钱？他开车撞我棚的时候，把我当一家人了吗？真闹到法院，外人怎么看？外人会看见你女儿撞烂我的棚，你这个当爹的上门让我算了，到底谁难看？别碰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赔钱或者法庭见。赔多少？这么多？你抢钱啊！一个破棚值这么多，你讹钱啊你！你个死丫头，你怎么这么黑心啊？钢架、棚布、工钱、种苗哪样不要钱？凭什么这些就该我自己验？没天理呀！亲妹妹犯点错，你就要把人往死里逼？不完了吗？赔钱还是法院见？你非要把这个家拆了是不是？你们不是来讲和，是来让我继续吃亏。以前我让够了，现在不让了。行，你去告，我倒要看看你姐到底有多恶毒。好，法庭上见。同志，这说到底是家事，姐妹闹别扭，没必要闹这么大，撞坏财物不只是家事。小何，你非得把你妹妹往死里逼？就是，娇娇年纪小，一时糊涂，你这个当姐姐的何必揪着不放？这是现场照片，这是材料和人工，这是重建支出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撞进去以后又在棚里转了2圈，这也叫不是故意。他都认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有完没完？他都说不是故意的了，你还咬着不放，你一个当姐姐的心怎么这么狠？按实际损失赔，不多要也不少要。你妹妹名声坏了，以后怎么做人？你就一点不替家里想？我棚被撞的时候，你替我想了吗？搭棚的钱、重建的钱，后头日子怎么过，你想过吗？她是你女儿，我不是。你爹白养你了，现在翅膀硬了，回来算账。你不是白眼狼是什么？对，白眼狼。你妹妹再不对也是你妹妹，你不护着她，还要告她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就是嫉妒，嫉妒娇娇读书，嫉妒她命比你好，嫉妒她以后嫁得比你好。她从小就见不得娇娇好。请控制情绪，她都把刀架自家人脖子上了，还不让说？原来你还记得我是你养大的，那你更该记得我也是你亲生的。可他撞我棚，你护着他，他花我的彩礼砸我的路，你一句不提。现在轮到赔钱认错了，你们才想起我是亲骨肉。你们骂我白眼狼也没用，证据我交了，账我也算清了。今天这事不是骂我几句就能过去的。情况基本清楚，现在准备宣判。情况基本清楚，现在准备宣判。根据现有证据，夏放娇、赵志强对大棚损坏负主要责任，赔偿原告实际损失。原来按规矩真能有说法。凭什么一个破棚赔这么多？请控制情绪。他就是报复。同志，这赔的也太多了，他妹妹还没成年。未成年不是不用负责，你们有异议可以按程序再提。这事儿不能都算我头上，车是他开的，棚也是他撞的。赵志强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是你自己发疯。你够了。有用的不是吵赢，是让该赔的人真赔。签字吧。我不签，我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。
你签不签都不耽误结果，要号我等得起，你们未必等得起。判了？真赔？真赔。那就好。你看，你搭的？鹏刚重新起来，我不放心，以后晚上我在这儿守着。谁呀？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送饭送被子，总不能真在这儿啃风。快吃吧。这也是你记的？你说过做事得留数，我不会写长的，就先记下来。你真打算一直守在这儿？鹏刚起来我不放心。你今天其实挺难受吧？是有点儿，但不是舍不得，是我今天才彻底明白，他不是我爹那边的人，他只站他们那边。你不是白眼狼，你要真狠，早不让着他们了。我不会哄人，可你要是难受，别自己扛着，我能干活。你这算安慰人？算吧。够了，会做比会说有用。好，那我以后多做点。行，你守棚，我管后头的路。路上慢点。你早点睡。风和，你快来看！这不只是出苗，是我的路终于长出来了。风和，草莓出苗了，你都看3遍了，先喝口水。不是我看的仔细，是这东西值钱。那你还愁什么？会种不够，还得会卖。长得再好，卖不出去也白搭。不是摘了拿去卖就行？那叫散卖，靠赶集碰运气，不长久。我要找饭店，尤其县里的，只要进了厨房，后头就有回头钱。人家能看上咱这点菜？看不看得上，跑一趟就知道了。今天就去？不然等什么时候？那你说话别太硬。放心，我是去做生意，不是去吵架。老板，我来谈贡菜，您先看看。菜市场天天送，你这点东西不够用。您先看货。菜是嫩，可贵，不要。不要，不要！老板，我是来送菜的。我们家菜有固定人送。今早现摘，棚里出来就装好，您先看一眼。老张，出来一下。这个行，嫩，先试试，明天开始送。行，明天一早我准时到。黄瓜单装，香菜捆小点儿。你说老板真会要咱这菜吧？昨天是他自己开的口，今天这批不出岔子就成。走，挺准时。您开了口，我就不能晚。老张，出来搬菜。这批更好，今天能上桌，剩下一半，中午忙完再算。行，这就算成了。算送进去了，成不成得等中午。那现在回去？先不回，再转转。都送进去了，还看这个干啥？看哪家客多，哪家后厨忙，哪家老板会买货，看多了路子才轻。来了，你尝尝。中午这菜没剩，客人认这个味儿，明天继续送。行。这家馆子老板嘴挑，但识货。你要是能拿下来，后头更稳。这是又给咱介绍一家。第一步成了，下一家赢家酒楼。卖的不是挺好吗？你还算什么？卖得好不等于赚得多，散卖费时间，还怕压货。送饭店价低点，但量大，回钱快。那就继续送饭店。送，但不能只送现在这2家，他们吃不下后头的货，也给不起更高的价。那你想送哪儿？大酒楼，真正肯为好东西花钱的地方。可人家凭啥要咱的？凭菜好，凭货稳，行不行？得去谈。下一家赢家。赢家酒楼，这目标可不小。所以不能硬冲，我得先去看看他缺什么，看中什么，谁说了算。你去吃饭也是为了做买卖？不然呢？我还真以为你想吃顿好的。饭可以以后吃，钱得先挣。现在就去。先去县里认路看人。你一个人？一个人方便。这回我去谈大的。
送菜，自家棚里今早现摘的。我这儿有固定送货的，你来晚了。您先看看，叶子嫩，回损少，下锅味儿也不一样。新鲜是新鲜，价呢？1斤1块，便宜2成，我再考虑。那您别考虑了。菜是不错，就是我们采购定死了，要不你再让点价，我帮你问问。让多少？门槛高，不怕，总有能开口的地方。送菜的是，您先看一眼，尝一口，再决定值不值。您尝尝。今早摘的。对，自家棚里能稳供。小马，把这菜拿去炒一盘。菜不错，先试3天。行。就这一筐，还得挑这么细。第一回送，不能让人挑出毛病。进后厨的菜不能糊弄。这几根也扔？扔，可惜也比砸牌子强。挺准时。您先验。行，先搬进去。今天这批更顺眼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嫌咱菜少？少不怕，怕的是不稳。先把这3天送稳。今天菜用着怎么样？小马，你说。挺好，青菜颜色丽，黄瓜也脆，比之前那家新鲜。有老主顾都问了，今天是不是换了货？您满意就行。明天接着送。这个地址你拿着，我有个朋友也开馆子，你要是供得稳，我给你引过去。谢谢您。别谢早了，能不能进第2家，看你后头稳不稳。明白，我图的不是进来1天就走。做生意最值钱的是让人敢一直用你。口碑是最贵的招牌。哟，风和回来啦，今儿又进城送菜啦？跑了2趟。现在可不是单送菜了吧？听说你都给县里饭店供货了？那可不，人家现在骑着摩托一来一回，比村里这些老爷们儿都跑得慌。今天咋样？还行，老味饭厅那边量加了一点，第2家也快定下来了。真成了？还没全成，但至少不是空跑了。你现在跑的比我种地都像样。你少埋汰我。没埋汰，你现在像做买卖的人。味道不差，可用料还不够顶。青菜不够嫩，黄瓜少了点现摘的清气，香菜也只是一般。这地方看重的不只是便宜，也许真能谈。这地方就是不一样。娇娇现在可金贵了，等孩子一生下来，那就是赵家的金孙。哟，这不是风和吗？姐姐，真巧啊。是挺巧，你也舍得来这种地方吃饭？我花我的钱，轮得到你心疼？唉，几个月了？还早，不过赵家紧张得很，恨不得把我供起来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一桌都是赵公子请的。往后啊，娇娇就是享福命。原来这回你赌的是这个，什么意思啊？提醒你一句，孩子没落地前，别把自己想得太稳。你这话怎么这么晦气？你妹妹有福气，你不替她高兴，还说这种话。高兴？他上次坐车回村，转头就把我的棚撞塌了。你要不要先问问他这福气怎么来的？姐姐，你也别嘴硬了。有些人跑再多路，到头来还是在村里种地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把孩子生下来，往后就什么都有了。重来一世，他还是把命压在男人和肚子上。夏老板，欢迎你来。您客气。早想请你来坐坐，你送的菜客人反馈不错。我今天来也是想跟您聊聊。看得怎么样？菜做得不错，还能更好。行家。老板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一个送菜的叫什么老板？送菜怎么了？能把货供稳就是老板。我店里现在几道菜都跟夏老板有关系。他也就是小打小闹，能把小打小闹做稳也不容易。你要是方便，我们换个地方聊。当然，夏老板这边请。姐姐，这么巧碰上，不喝一杯就走，也太不给面子了吧？我不是来喝酒的。哎呦，手滑了吧？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
我手滑。没事，劳烦您换个包间，这边说话不方便。行，这边请。你装什么啊？你以为送2车菜就真比我高了？不然呢？你知不知道我这一胎就是儿子？姐姐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聋了吗？要不要我让人处理一下？不用，小事。你给我站住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过送了几车菜，赚了几个钱，你真以为能跟我比了？我没想跟你比。你没想跟我比，那你为什么总挡在我前头？我都换路了，为什么你还是压我一头？你就是嫉妒我，嫉妒我怀了赵家的孩子，嫉妒我以后能当少奶奶。你想多了，你的路我从来不想要。小心！血！怎么有血？快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把地清干！怎么回事？赵公子，娇娇流血了，她怀的是你的孩子啊！摔的都是他，是他自己踩到酒滑倒的，酒也是他自己泼的。孩子没了，就别再来烦我。人没大事就行。孩子没了呀，那可是赵公子的骨肉。有没有骨肉，医院会出结果。再说了，人是自己摔的，不是别人推的。可赵公子明明什么？玩玩而已，你们倒真当成进门的门票了。赵家不是谁都能进的，孩子没了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，以后别再打着赵家的名头丢人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夏老板，昨天让你见笑了。咱们谈菜。行，我不要一时新鲜，我要稳。今天好，明天也得好。我不拼低价，但我的货经得起回头。你要压价，我今天就不必坐这儿。你倒是直。做买卖绕来绕去没意思。行，先按周签，供得稳，后头再往长了走。把东西拿走。这么多草莓啊！比城里卖的还新鲜。要买吗？能自己摘吗？能，你摘多少，我给你称多少。你这儿以后天天都能来吗？最近都行。太好了，下次我带朋友一起来。更值钱的，也许不是草莓，是自己摘。夏老板来了，我想借您这儿帮我宣传一下。宣传什么？草莓采摘，不是卖草莓，是让人进村自己摘，按斤算。摘完了还能在村里吃顿饭。有点意思。你想让我放宣传单？对，先试试。行，来这儿吃饭的不缺周末想换口气儿的人。你把时间、地点、价钱写清楚，我让前台顺手推荐。谢谢。这回不是我等人来，是把人引进来。老板，这附近能洗手吃饭吗？你这鸡汤也太香了吧！这草莓我自己摘的。这地方真舒服，待一天都值。就是回去太赶了，要是能住一晚就好了。你说这村里的房子都空着，怪可惜的。风和啊，你看这老屋干啥？想租？租这破屋？先看看，草莓能把人引进来，吃饭能把人留下，要是还能住，就不是来摘一趟了。你今天没怎么在棚里？去看房了。你要买房？租空屋给客人住。摘完草莓还住？只摘一筐就走，挣的是草莓钱。要是住一晚，吃顿饭，再去山里转转，挣的就不止这一笔。那他们真愿意？先把地方备出来再说，床、被褥、热水、灶房都得有。那我能干啥？你守棚、守地、守后头的饭，以后客人来了，还得你带他们认地、认菜、认山路。那我干，你咋说我咋做。草莓引客，土灶留人，空屋过夜，山水田都是前路。你想好名字没？丰和农家度假村。
真有人来这儿住啊？桌子顺着木纹擦，窗台床沿别漏。这床单是新换的吗？是，今天刚铺的。热水呢？5个人洗够不够？孩子和老人先用，不够我家那口灶也能烧。今天准备不周，但不会让你们洗不上。窗台上还有灰，这点是我们没做到位。您现在提，我们现在改。吃饭能不能调？孩子不吃辣，我爱人胃也不好。能，巨口您现在说，我马上让灶房改。那还行。这边是院子，平时可以在这儿歇着。那是灶房，饭菜都是现做的。后面是草莓棚，下午摘草莓也方便。风和啊，这钱真不好挣，所以不能只把房子租出去，得有规矩，有人盯着。老板，我还有个问题，您说，你们这热水和卫生真能住人？能住。王婶，2楼房间再擦一遍。哎，好嘞。刘婶儿，另起一锅白粥，孩子和老人先吃清淡的。知道了，风和。来硕，去买牙刷、香皂和干净毛巾。好。您提的对，热水、卫生、吃饭都不是小事儿。今天是我们第1回接待，做的不周到，我认。但您既然住进来了，就不会让您白花钱。我们也不是故意挑刺，主要带着老人孩子。那就先住1晚试试。风和啊，粥熬多稠，鸡汤还照常做。粥稠一点，鸡汤给老人孩子那份先别下重口，再添2个清淡菜，盐和辣椒分开放，别搞混了。那我们得进去吃了。这鸡汤真鲜，黄瓜也是今天摘的吧？比我想的好。我要去看草莓棚。走，我带你们去。这附近还能走山？能，明早我让人带你们走一圈。你不只是会卖草莓，光卖草莓留不住人。老板，下周我还带朋友来。好，我提前给你们备着饭菜，保证新鲜。老板，你们村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住你这儿吗？我刚进村就被人拉走了，屋里一股霉味儿，没热水，饭也咸得没法吃。这事儿我一定给您个交代。听说你这2天客人挺多啊，有事直说。你把客都接走了，别人家还怎么沾光？你不是已经自己试过了？大家就是想跟着挣点儿，可以，但前提是别把客人得罪了。住不干净，吃不合口，说话没帮法，客人来1次就不会再来。风和，我们想跟着你干，你说怎么弄我们就怎么弄，规矩你定。想跟着我赚钱，可以，先听明白，以后不是谁家空房多谁就先抢客，客从哪儿来，钱怎么分，屋子怎么收拾，谁来接待，都得按我的规矩走。你这管的也太宽了吧？嫌宽，你自己接，我不拦。但想沾我这边的客，就别想着一边拿钱一边乱来。行，按你的来，对，我们听你的。今天叫大家来，不是聊天，也不是分钱，是定规矩，谈做事。这有啥区别？区别大了，分钱是伸手就拿，做事是有活有标准有规矩，做得好你多拿，做不好别怪我不分，我不是请人来当祖宗的。要一起干，先统一4样：定价、接待、分成服务。定价也要统一？我家院子大，凭啥一个价？客人到了，我自己招呼不行吗？客人进村不是冲你家院子大，是我把人带进来的。你喊80，他喊50，别人喊30，今天像是在抢生意。明天客人一问价，就知道咱们自己先乱了。人一乱，钱就散。这话没错。前阵子老孙家乱接客，把自己名声都搞坏了。接待也一样，不是把门一开就算完事儿。床单谁洗，热水谁烧，灯坏了谁修，都得有规矩。砸的不是一家名声，是全村的路。那分成咋算？客人我统一接，统一安排。哪家住人拿住宿的钱，哪家做饭拿饭钱，草莓、菜、山路这些另算。账本公开，谁该拿多少写清楚。说来说去还是都得听你的。我自家的房子凭啥你说了算？你可以不听，那就自己接客去，但别指望我分你一个客。你这是卡我们脖子。不是我卡你，是客人在我手里。你有本事自己把人引进村，我一句不拦。没这个本事，就别一边想沾我的路，一边嫌我规矩多。要真能把客稳住，听规矩也行。账我一定算清，可丑话说前头，谁抢客乱叫价糊弄客人，第1次提醒，第2次我直接换人。想挣钱就签，不想签现在就走。记住了，不签我一个客人都不会分过去。我签，规矩我未必都懂，但我知道跟着你有客，不跟着你连客影子都摸不着。先看，听不懂我讲。
房价统一，不能乱收。床单被告按规矩换，客人不满意先记，不准顶嘴。钱统一进账，再按住宿、吃饭项目分。我也签，反正这钱本来就不是白来的。给我一份，我家屋子收拾出来不比别人差。度假村，这名字可新鲜，这是啥意思？就是让人来咱村里住吃玩。不光摘草莓，是把你们的房子、饭菜、草莓棚、后山小路全串成一门生意。这也叫生意？当然，客人花钱买的不只是东西，是这一趟值不值。咱们给得起，这钱就挣得到。那咱们现在就是在一起做生意？对，不是单打独斗，是一起挣钱。从今天起，房价统一，接待统一，客诉记账，月底分账。做得好，客人优先分。偷懒糊弄提醒一次，第二次直接换人。从今天起，咱们有公司了。风和，你看我这床亮不亮？亮。窗台那道缝再擦擦，客人近看得见。你再尝尝我这鸡汤。行，就按这个做。我屋里床单也换新的了，昨儿客人还夸我家安静，夸你安静又没说最好，先把灶房的味儿压下去吧。以前他们争男人，现在他们争谁家更招客。以前我忙这些，你们嫌我没正事儿，现在真赚钱了，倒说我瞎折腾。整天跟着风和跑，还真当自己是老板了。我是不是老板不知道，但我挣的钱不是从你酒壶里长起来的。你现在说话越来越野了。我给你做饭、洗衣、带孩子，你说我没正事儿；现在我接客挣钱，你又说我野，合着我除了伺候你干什么都不对。以前真没想过咱们也能这么硬气。不是你们硬，是你们手里的活终于值钱了。昨儿客人夸我屋里干净，我家那口子回去都不敢乱做。他们的体面不是谁给的，是自己挣的。夏老板，你房间棉。下周我还来，给我留2间房。行，提前打电话。哎，听见没？人家喊你夏老板呢，以前喊邻家媳妇，现在可不一样了。嘿，夏老板又忙完一趟啊？还没，回家换个本子，还得记账。你这一天到晚跑，比男人都忙。忙点好，说明有活干。你再晚点，这饭就得热第3回了。那您不也还是给我留着了？哼，少自作多情，我是怕浪费粮食。再说你不吃，来说也不吃。今天顺利吗？还行，赢家酒楼又加了2样菜，周末民宿还得多备2间房。棚里呢？都看过了，棚口我也撑开了。行，快吃，别钱挣着了，人先熬塌了。知道了吗？别喊那么顺，我听着烦。闺女啊！什么晦气东西！我就知道你还是念着家的。吃吧。你这是干啥？喂狗，看不出来？你把我给你做的东西喂狗？对，不然呢？你不是说我以前最爱吃这个吗？那你该知道我为什么爱吃，因为小时候我夹1筷子肉，你就抽我巴掌；你们坐桌上吃饭，我蹲灶房门口啃这个。你们现在拿它来装亲情，可我记得的不是好是恶。你这个死丫头，我们好心好意。你们是好心，还是来试我还吃不吃亲情这套？自己清楚。再怎么着，我们也是你爹妈，老了来看看你，送点吃的，你非要这么羞辱人？羞辱？你们拿我小时候填肚子的东西来装慈父母母，到底是谁先羞辱谁？没天理呀！有本事了就不认爹妈了。风和，爹老了又没儿子，以后养老送终不还得靠你吗？滚，都给我滚！少在我家门口演。他出嫁那天你陪小的去学校，今天倒想起没儿子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再不滚，我拿铁瓢砸！他们今天来不是送嬷嬷，这事儿还没完。没天理呀！闺女发财了，不认亲爹亲妈了。再在我家门口嚎，我真拿铁瓢拍你！你拍！亲闺女都不认我们了，我死在你们门口算了。不是要死吗？路在那边，别死我门口。风和，再怎么着，我们也是你爹妈。你们今天来，到底是认亲还是认钱？我们老了，让闺女拉扯一把不行吗？你现在有本事了，难道不该孝顺？孝顺也得分人。平时说我是泼出去的水，现在倒想让我回来养老，你们算盘打得真响。我没儿子，我不靠你靠谁？你送夏凤娇去学校吞我彩礼，帮着她砸我棚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我是你亲骨肉？都过去多久了，你还记着？不能忘，也不可能管。
你们不是来讲情分，是看我日子好了想回来分一口。可惜你们来晚了。哎，手放干净点。你再伸一下，我给你抽断。你去哪儿？夏总，这屋子还拆吗？娇娇，快出来！你姐来接咱们过好日子了。风和，我就知道你有本事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爹。不可能，娇娇，你姐这是来接咱们的。哎，你看这车。夏总，这位是我妹妹。为什么？凭什么还是你？娇娇，你干啥呢？你闭嘴！我都重来一次了，我换了路，读了书，认识有钱人，怀了孩子，什么都抢在你前面，为什么最后站在这儿的人还是你？别闹了，松手！这本来就该是我的，这样的车，这样的排场，风风光光回宿的人本来就该是我。为什么还是你？为什么还是你？娇娇，别这样，松手！我都重来一世了，我都换路了，为什么最后站在这儿的人还是你？你真想知道？想，因为你选的从来不是路，是捷径。你以为读书是捷径，男人是捷径，怀孕是捷径，豪门也是捷径。你从来没想过靠自己走，你只想有人拉着你飞。你总觉得是我抢了你的人生，可上辈子我能走出去，不是因为进了学校，是因为我拼过命。这辈子也一样，我有今天，不是因为嫁得好，是因为我肯一步一步把路种出来。可你呢？读书的时候谈男人，进了赵家拿肚子赌命。你想要的从来不是自己变厉害，是比我更快一点。不是，明明是我先选了路，这个村里最风光的人本来就该是我。命不是这么改的。如果闭嘴你！夏凤娇，你从来不是输给我，你是输给了你自己。你胡说！我不认！因为我从不走捷径，也从不依附别人。哎呀，老板，这老屋要拆，有补偿吧？按规划走，拆迁当然有补偿。那补偿怎么算？按面积？这屋子虽旧，可地方不差。村口这一片要规整，这房子拆了更合适。那就拆，正好换新的。对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你笑什么？这房子是咱家的，要拆要赔也是咱家的事儿。咱家？你刚才不还说我是泼出去的水？张经理，补偿款要走程序吧？先登记，再评估，最后打款。那正好，先抵我大鹏的赔偿。你说什么？你们欠我的大鹏赔偿还没还清，这房子的补偿款下来，先还我。那是房子的补偿，跟你大鹏是两码事儿。你们欠我的钱没还，哪来的两码事儿？判决书不是已经签了吗？这房子是我跟你爹住的地方，凭什么给你？凭你们欠我，凭我不打算再跟你们讲一家人。你真要做这么绝？你们吞我彩礼，帮着夏凤娇砸我棚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绝？你这是要逼死我们！账该还就得还，7天之内收拾东西搬出去。大家都看看，他发财了就不认亲了，连亲爹亲妈住的地方都要拆。你少豪！你闺女撞封后棚的时候，怎么不讲亲戚？那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轮得到你插嘴？外人都知道讲理，你们这些亲的，除了吸血还会啥？就是，人家做的是正经事儿，哪有空陪他们闹？这告示不是我手写贴的，是项目流程，进了规划就得搬。你一句话比别人10句都搞用，你不点头，这房子能拆？我点头是因为这里适合做迎客门，不是因为你住这儿就得一直给你留着。再说，你不是最会算账吗？拆了有补偿，不正合你意？补偿归补偿，可7天也太急了。你们就2个人一间破屋，真有那么多东西？还是想趁这几天先把钱藏明白？你个白眼狼，就惦记那点赔偿钱！你现在跟我讲家，那我小时候住柴房，一个人下地做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讲？这房子进规划了，不搬也不行。新闻下来了，乡村振兴示范基地正式批下来了，真成了，那咱村以后可不一样了。后头项目怎么走，我会一项项说清楚。今天先到这儿，7天，该搬还是得搬。峰哥，那个示范基地到底咋弄？我家库房能不能收出来挣钱？我那2亩3地能不能算进去？别急，项目刚下来，什么都得一项一项走，地房、人、路哪样都得登记清楚，不是嘴上说2句就算数。那你说我们咋配？今天开始先登记，房子空着，愿意接待客人的来我这儿留名字，会做饭能接待的也留。但有一点，谁想空手套白狼，只等着分钱不出力的，现在就别往前凑，排队，一个一个说，再
河又不是你们家牲口，围着他转什么？你家房子现在有人住没？多久没收拾？离草莓棚多远？灶里是柴火灶还是煤炉？凤和，我家那房子……等会儿。从前他想骂我就骂，想使唤我就使唤，现在他在我这儿连一句话都插不进来。这村里现在真正能给人盼头的，不是他，是我。啥声音？挖掘机来了！挖掘机！村口旧屋在哪边？我带你去。真拆呀！这下夏家那两口子可真没窝了。这里装过我所有的冷、饿、委屈和不甘，可它终究只是块旧地方，不是我的命。娘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地方困不住我了。都闪开！别拆呀！这是我住了这么多年的家。慢点，慢点，里头还有东西。别拆！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家！你们不能拆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不能给他，不能让他抢走，不能给他，不能让他抢走！舅舅，你别吓我，我不是他，我不是他，他凭什么赢我？凭什么？舅舅，你别下地！我是猪，我是一头猪，我是一头活猪。他疯了。我是一头猪，我要生出崽儿。他真疯了，前阵子还说自己要当少奶奶，这下真完了。风和，你那妹妹又跑出来发疯了。我要生出崽儿，你就不怕她闹出事儿？她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你这心真硬。不是硬，是没必要。她是被自己逼疯的。我是赵家少奶奶，是夏风和偷了我的命！别撞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闭嘴！爹，我赢了他没有？你爹老了，没儿子没后，你这个当女儿的就该养。风和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你亲爹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得养，不然我们就去法院告你。他小时候你们养过他吗？现在看他有出息了，都想起要养老了。对，你不养我就去告你。想告，那就去告。你们先说。我老了，没儿子，小女儿也疯了。风和现在发达了，就不认我这个爹了。我就想让他给我口饭吃，有错吗？他在村里风光得很，开车做项目，可连亲爹都不认。这是我的户籍材料，你们总说我是你们养大的，理应养老，可你们忘了，我根本不在你们家户口本上。什么意思？当年为了躲计划生育，我的户口从小就落在姥姥家，所以我不在他户下。那只是权宜之计，他再怎么说也是他生的，生是一回事，算不算是另一回事。你们想拿赡养亲爹压我，也得先看看法律上我是不是你们户头上的女儿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把我从这个家摘出去的时候，就已经替自己做了选择，后来你也没想过把我牵回来，现在老了没退路了才想起我，晚了。就算户口不在，他也是在这个家吃住长大的。要不要在一起算算，我这些年干了多少活，替你们省了多少钱？你闺女又花了我多少彩礼？按现有材料看，赡养请求难以成立。没有其他补充的话，这边按程序驳回。从法律上讲，你早就不是我爹了。这不就是把大闺女户口落外头，反过来告养老那两口子？活该！赵公子，我是少奶奶，夏风和偷了我的命，我是头猪，谁别抢我的猪食？以前不是最宠这个小的吗？怎么也有今天？我要回赵家，我是少奶奶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不用。风和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爹和后妈半路把夏凤娇扔下了。你不去找找，到底是你妹妹？找她干什么？她去哪儿跟我有关系吗？娘，我现在能护住自己了，那些苦、那些恶、那些偏心和算计都过去了。有些人，我是真的放下了。换届提名，大家有什么人选？夏风和，村主任还用选？就他。对，现在村里谁不服他？谢谢大家抬举，但村主任这个位置，我不接。为啥？我能做的是把路找出来。可村子要长远走，不能只靠我一个人。这个位置需要能长期守在这儿的人，不适合我。那谁适合？我推2个人。
一个学旅游管理，一个学农林，比我更适合接后头的路。风和说的对，他把路找出来了，后头得有人接着走。他还年轻，总不能一辈子困在村里。哼，我早说了，这丫头心大，这地方留不住她。风和，你后头是不是还有别的打算？真不留村里啦？我报了成人大学，以后还想往外走，有机会也想出国看看。这片土地我已经看够了，接下来我想看更大的世界。全村捧着你当村主任，你说不要就不要。您不是早猜到了？猜到归猜到，听见了还是想敲你一下。好不容易熬出头，又往外跑。我得走，随你，反正谁也拦不住你。真想好了？那你往前走，家里和地我看着。这片土地我已经尽力了，接下来我想去看更大的世界。你这死丫头，说飞就飞，还直接飞国外去了。我又不是不回来。那就早点回来，别让我等太久。行，等您把签证办好了，我回来接您。还真把我当小孩哄。路上带着，饿了还能垫口。咸菜辣酱，吃不惯外头的就吃这个。风和，在外头别吃亏，缺人就招呼一声，我们也出去见见世面。请前往 A2 航班的旅客准备登机。让一下。赶上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跟你走。你不是要去更大的世界吗？我想了想，每个成功女人背后都得有个贤惠的男人。这话不像你说的。反正你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，我不想让你一个人。那就一起。我会回来，可我不会再被这里困住了。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